进了车厢后，任鹏飞原是坐在出口处，待马车向前行时，他在车中人的凝视之下，默默挪动身子换了个位置，离他更近些。他的头一回主动靠近，令聂隐脑中一时衔接不上。过了半晌，他才终于回过神来，手伸出去正要落下，喉咙里的一声咳嗽就冲了出来。你没事吧？只咳2声便忍住了，抬头的时候正对上任鹏飞关心的眼神，心里一暖，手再次伸出去，直接握住他放在膝上的手。察觉到这只手想缩走，他紧握住没放，终于手的主人默默选择放任了。鹏飞。任鹏飞浑身一僵，好久才慢慢缓过来，张嘴正要说话，却被拦住。别说。聂隐用力握住他的手，至少现在什么都不要说，就算是假象，也请让我沉静的久一些。任鹏飞便不再说话。车子在青石板上碾过，咕噜咕噜的响，他们都听着这些声音。握在一块的手传递的热度让他们无法再开口说话，只觉得这一刻如此漫长，又如此短暂。今日便是蔡继久的大寿，聂隐此行便是给老师拜寿，给他准备的寿礼是华夫人在他卧病时叫人采买的一件古画，出自某位名家之手，传下来的竟有几幅，可谓是有市无价。也不知道华夫人是怎么弄到的。在车上谈及此事时，聂隐见任鹏飞脸上难掩对这幅画的好奇，便拿了出来，打开给他过目。这画的并不是山水花鸟，而是很少有人特意画在纸上的家禽，而且还是2只黑山羊，画得很细，山羊的毛一根一根都能数出来。任鹏飞看完心想，画的倒是挺活灵活现的，却不知这到底是贵在哪儿。任鹏飞其实就是一个武夫，一个不懂风花雪月的粗人，对经商虽极有头脑，对于古玩，尤其是这些古画，他还是颇为费解的。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都爱追求这些字画，又不是银两，至少能养家糊口。若是任鹏飞把话说出来，聂隐肯定深以为然。尽管如今学识不浅，可对这些他还是欣赏不来。对他而言，实物肯定要比虚幻的东西重要。所以俗话说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这2人不凑在一块儿，倒还是件奇怪事了。才把拿出来的画收回盒子里，马车便停下了。很快便听外人喊道：少爷，到地方了。任鹏飞帘子一接，先下了车。聂隐出来时，先把手中的盒子递给下人，这才悠悠地下车。看起来慢条斯理，温文尔雅。任鹏飞站在旁边看，才能看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聂隐之所以动作这么轻缓，实在是因为他动作只要稍大些，气就会喘得厉害。看来将近10日的调养都仍未能让聂隐恢复过来，那一日的纵欲的确使他元气大伤。明明知晓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却还是要硬来。任鹏飞实在有些哭笑不得，可又隐隐察觉是出于什么原因。由一开始至今，唯有最后他才会待他如此和颜悦色。此时的任鹏飞脑子里全是些有的没的，也便没有立刻上去搀扶这个娇弱的公子，还是其他下人眼力好，赶紧过去把自家少爷给扶住。在蔡进府外拖拖拉拉一阵，总算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进去给今天的寿星拜寿了。可就在聂隐的一只脚踏进门槛里时，身后头传来家中下人的急呼声：人侍卫，人侍卫！几乎所有人都转过身去看。聂隐蹙眉，任鹏飞看向跑到他跟前的人，心底陡然不安，便问道：怎么了？
是你女儿。这人许是一路跑了过来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半天没说完一句话。任鹏飞只觉得嗓子发干，握着拳问：我女儿怎么了？又发病了，看起来很严重，你快回去看看。下人话音未落，任鹏飞已跑远，聂隐只能眼睁睁看他消失在街道的另一旁，立在门外，半天没动一下。任鹏飞赶回去后才知道，青青的伤情又复发了，不仅药吃不下，还咳出不少血丝。看着女儿清白的脸色，任鹏飞二话不说跑去找华夫人，可还没到华夫人住处，便有丫鬟出来拦道：任侍卫，你甭进去了，夫人不想见你。可是你女儿的事，夫人已经听说了，她已经让人去请大夫，过一会儿应该就到了。说完，丫鬟走回院里，不再理睬任鹏飞。任鹏飞只能无奈返回，好在大夫很快便赶到了，却不是一开始为青青诊治的那位御医。任鹏飞趁人不注意，拉过把大夫带来的下人问，怎么请的不是以前的那位？下人说道：那位大夫可不是随随便便都能请的，今日他正好在宫中当值，夫人也没办法。任鹏飞便只好回到屋中。好在这位大夫医术也不差，很快便看出青青的病症。可当接过御医开的方子一看时，不由叹息一声，但还是开了些药。任鹏飞看出不对，说是送大夫出去，顺便去抓药。在路上便问大夫女儿的情况如何。大夫捋须道：小小年纪就受此重伤，能活至如今，实属命大，一直能有好药吊着半条命。但这些药都只是治标不治本，只能维持一段时日，日子一久，身子适应了药性，这些药便再发挥不出任何作用了。之前的那位大夫许是见你女儿伤情实在太重，便试着下重药，可现在连这些药都毫无办法，那如今真是，老夫也只是开些疗伤的药喝下试试，至于结果如何？大夫摇头不语，任鹏飞的心整个沉了下去。大夫来时为青青扎了几针，咳是止下去了，人却昏昏欲睡。趁着没有别人的空档，雅姑端来热水，给青青换下身上血渍的衣裳，擦拭瘦弱无力的身子，再换上干净的衣物，盖好被子。看着躺在床上昏睡不醒的孩子，雅姑忍不住伸手抚上他没有什么肉的脸，心疼地轻叹一口气。拿着换下的衣服，端着水盆打开屋门，正要迈出去时被一人挡住。皎洁的月光下，来者一身白色的衣裳，雅姑怔怔地看着这人，而他却仿佛没有看见他，绕过他朝屋中走去。与这人擦身而过的时候，雅姑头皮莫名发麻，想也未想便伸手拉住，制止他前进。放开！来者微侧过身，声音低哑。昏黄的月色下，这人的眼中泛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冷色。心生不安的雅姑发起狠来，把人往屋外推。许是没有防备，这人被他猛然一推，险些倒地，勉强撑住时，人却已经被推至屋外。男人眼底的冷光更甚，下一刻雅姑的脖子被掐住收紧，就这么被生生拎起。雅姑发不出任何声音，脚尖够不着地，呼吸越发困难。她挣扎地摸至腰带处，扯出一个小药包抓碎，蓦地洒在这人的脸上。可随着时间流逝，雅姑视线逐渐模糊，男人冰冷的神情
却依然未变丝毫。怎么会？在完全失去意识前，这是雅姑心中挥霍不去的疑问。睡梦之中，青青似乎感觉有谁站在床边，以为是父亲，费力地撩开眼皮，透过朦胧的视线，只依稀看见一道白色的身影。是谁？青青更努力地睁开眼，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被缓慢地举起。抓药回来的任鹏飞怕耽误救治女儿的时间，一路匆匆赶回，前脚一迈进小院的大门，他便发觉不对。雅姑倒在墙边，脸盆倒扣在地上，水洒了一地，青青换下的衣物散在院里，已经被水浸湿。一颗心就这么吊上了嗓子眼，任鹏飞疯了一样的冲进青青的屋中，只见一个白色的身影背对他站在床边，待他扑过去把这人推开时，只看见女儿满嘴的鲜血，脸色铁青，眼睛急于瞪裂，掐着自己的脖子躺在床上剧烈的抽搐，可怕可怜的样子让任鹏飞一时间脑子一片空白。青青！任鹏飞赶忙抱起女儿想仔细查看，可这一动，青青身子陡然一震，随即噗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把任鹏飞的衣袖染得点点斑驳，触目惊心。青青！向来处惊不骗的任鹏飞连声音都换了个调。被他推离的人转身要走，任鹏飞猛地转过头去，撕着嗓子低吼：你对青青做了什么？聂隐停下脚步，朝他露出一笑，就像平日那般，些许懒淡，些许不以为然，些许让人猜不透。他看了任鹏飞一眼，深沉的如同看了千百年。他举起手中的东西，勾起唇：你说呢？这是一把匕首，哐当一声被他丢至床边的地面上。看着上面沾染的血渍，任鹏飞的脑子轰一声炸开，死死盯着面前的人，头一次觉得他脸上的笑如此刺眼。他竟然……任鹏飞的心瞬间被阴暗冰冷的感情覆没，他轻轻放下仍在浑身抽搐的女儿，弯腰捡起匕首，目光狠厉地走到聂隐跟前，只是这么一刹，寒光闪过眼前，手中的刀子已然没入他的小腹。没有谁注意到，聂隐瞬间弥漫双眼的悲哀，却又眨眼消失。待任鹏飞看见时，只剩下嘴角那抹淡然疲惫的笑。聂隐，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毒手？看着他的任鹏飞脸上只有憎恨。你给青青吃了什么？把解药拿出来！聂隐的额上冒着一颗颗豆大的冷汗，可他仍然在笑，看不出任何痛苦，仿佛刀子刺进的是别人的身体。他伸手摸上渗血的伤口，轻缓地对任鹏飞说话：原来这便是你的回答。给我解药。解药？聂隐痴痴的冷笑：哼，解药？就算我不给，你又能奈何？再补我几刀，要我的命？聂隐嘲讽而无情地说道，蓦地伸手把肚子上的那把刀拔出，温热的血液喷涌而出。他白着一张脸，把刀递到任鹏飞面前：拿住，刺吧，几刀都行。杀了我，因为我就要让你女儿死，我要让你所重视的人全都死，让你这一生都活在痛苦中。任鹏飞用尽全力，一掌打在聂隐脸上，手在发麻，心在抽痛。任鹏飞看着陷入疯狂般双眼通红的人，原本满是愤恨之火的心已然无奈，已然悲伤。给我解药，聂隐，否则
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如同他在说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。聂隐哈哈大笑。我何以后悔？你会后悔的，聂隐。任鹏飞双手握成拳，幽暗的眼里透不过一缕光芒，沉沉的低诉：因为青青是你的女儿，你的亲生女儿。聂隐捂住伤口，踉踉跄跄的后退。他看任鹏飞，像在看一个疯子。任鹏飞，你当我是傻瓜，还是你已经疯了？我的女儿，我这个笨蛋从头到尾就只对你任鹏飞动过情。任鹏飞的心被狠狠地剜了一下。聂隐冷笑转身，头也不回离去，自身上流出的血液洒了一路。任鹏飞无法再叫住他。屋内昏黄的灯光摇曳，任鹏飞强打起精神。青青的状况看起来非常危险，容不得再延误片刻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去请大夫。可是任鹏飞已经不能再放任女儿留在华府。略一思忖，任鹏飞果断放出杜尔成的信号弹。杜尔成的人向来训练有素，片刻功夫便有一人出现在任鹏飞跟前。任鹏飞立刻叫他去请才离开不久的那位大夫，他则先把雅姑扶进屋里躺着，然后守在女儿身边，焦虑不安地看着女儿。青青在不停地吐血后，正气若游丝地躺在床上。此刻的他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握住青青的小手，悲痛地陪着她。任鹏飞看着女儿的小脸，想起方才的事。他重复告诉自己，他没有做错，是聂隐先伤了青青，伤了他们的女儿。可越是这么想，心就越是撕裂的厉害，手竟在不知不觉颤抖。任鹏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，没有注意到青青的睡颜越发安稳，呼吸也逐渐平顺。等大夫被任鹏飞的属下拖着过来时，看着小女孩一身的血，也顾不上喘口气，急急忙忙为她切脉。过一会儿后，大夫脸上的神情显得尤为奇怪。他先是咦了一声，放开手，深呼吸，再揉揉太阳穴，接着继续把脉。大夫的样子更是让任鹏飞的心沉入谷底，四肢冰冷。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大夫的神情却越发诡异了。任鹏飞在忍不住正要开口询问时，大夫手一伸，制止他说话，然后用力地掐了下大腿，又拾起青青的手，开始把脉。此时，任鹏飞只得强忍下心中的不安，继续等候。半晌之后，大夫总算有了定论。他先放开青青的手，沉吟一阵，转而向任鹏飞问道：你们是不是给他吃了什么？什么？没有吗？大夫也是一脸吃惊。那就真是件怪事了。不，大夫，我女儿到底如何了？一直没有答复，任鹏飞已是心急如焚。大夫摇头：你女儿没有如何，她是怎么说呢？就像是有神仙相助一样，在短短时间内缠绵身体的内伤全然好了。什么？就是说你女儿没事了，完全没事了，就像是神仙在保佑她一样，身体全都好了。可是她刚才还在吐血，身体抽得厉害。任鹏飞一愕。任鹏飞指着女儿未来得及换下的带血的衣裳问。大夫用手一摸这些血渍，放在鼻子里闻闻，很快便道：这是你女儿体内的脓血，也正是无法排出体外，导致你女儿伤情一直恶化的原因之一。
能够把脓血排出，是好事啊。接下来，大夫又说了一阵诸如神迹天助之类的话，可任鹏飞耳朵却似突然失聪一般，什么都听不见了。大夫所言非虚，因为青青的身体匪夷所思的在一夜之间全好了。醒来后的雅姑知晓此事，激动地跪在地上哭。青青只在床上躺了半天，亦能下地自行行走，虽然身体还差些，却不再像从前那般，连下床走走都需要人搀扶。一开始任鹏飞还是有些不敢相信，找来几位大夫看过后，都说女儿除了体虚些需要注意调养外，和常人无异，他才逐渐相信。看着女儿经过几日调养逐渐红润的脸色，任鹏飞对此感到欣慰的同时，心底却空出一块。夜深人静时，总会想起那一夜聂隐的一言一行，便再也无法入眠。他觉得自己在怒火攻心之时，真的干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。聂隐受伤的那一日后，华府一直沉浸在诡异的宁静中。任鹏飞居住的小院如同被人遗忘了一般，不再有人送来三餐，也不再有人来传话，更没有再叫任鹏飞去到聂隐身边。这些对任鹏飞而言根本不算什么，尽管他现在寄人篱下，却依然是渡恶城的主人。现在青青的身体已经无碍，任鹏飞完全可以随时离开，但他没有，甚至连提都未提一下。每日起来，他都会坐在院里的小石凳上，什么也不做，偶尔会低头望着自己的右手，陷入沉思。雅姑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，青青为他解惑。爹在想心事。至于想的是什么，也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了。青青看着院里的父亲，渐渐的也陷入沉默。看着这一对发呆的父女，雅姑叹息。青青康复后的第4天，小院的平静终于被打破。华府的主人华夫人携几名丫鬟和仆役走进小院，看见院中的任鹏飞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：任鹏飞，你该走了。走。任鹏飞慢慢站起来。华夫人侧过身，似乎不想正面看见他，继而冷声道：你女儿既已康复，你也没必要再留下了，不是吗？任鹏飞沉吟片刻，方道：是聂隐的意思。哼，是又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总之，你该走了，华府也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说罢，对身后下人扬手：去，把他的东西全搬出来，这座小院儿也不用再收拾了，直接烧掉。